非洲野狗横行霸道，让猎狗瞬间认怂。它们的实力究竟有多强悍？一说起非洲草原，狮子和猎狗算是那里最有名的两种生物。狮子作为强大的猫科动物，毫无疑问地坐稳了草原之王的位置。而猎狗虽然体型不大，但是却凭借着独特的掏肛技能，被人们称之为非洲二哥。按理来说，猎狗在非洲草原上的名气如此响亮，应该很少有生物会去招惹它们。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被称为非洲二哥的猎狗也会有吃瘪的时候。那么能够给它们造成伤害的生物又是何方神圣呢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非洲野狗这种生物？它们的名字听起来平平无奇，但是却被称为了非洲草原上最强的犬科动物。相信一定有人感到疑惑，明明猎狗的名气更大一些，为什么这个称号却被野狗收入囊中了呢？其实这是因为猎狗并不属于犬科动物，而是一个独立的品种，因此最强犬科动物的称号就只能落到野狗头上了。按理来说，野狗在体型上并不突出，而猎狗比较大的体型在战斗中必定是有明显优势的。这样看来，如果这两种生物正面对决的话，猎狗获胜的可能性非常大。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非洲野狗并没有因为体型上的劣势而放弃，甚至还能够在战斗中反败为胜，准实令人震惊。既然如此，那么非洲野狗与猎狗的打斗究竟是靠什么获胜的呢？非洲野狗体型上不占优势，在打斗中却能反败为胜，它们究竟靠的是什么？如果是单只野狗与猎狗正面交锋，那么它们大概率是无法获胜的。但很巧的是，非洲野狗同样也是群居动物，并且它们有着猎狗群没有的团结。而猎狗在打斗的过程中，不仅非常容易出现内斗，而且在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也会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而抛弃队友自己逃跑。正是因为这样，非洲野狗才能够反败为胜，在这场打斗中获得胜利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让非洲野狗如此团结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人们从长时间的观察中发展，非洲野狗群的生存模式与狼群十分相似，通常会有2只带领整个种群的野狗首领，并且有着明确的等级制度，而且还十分擅长指定战斗策略，在打斗的过程中各司其职。但其中最大的不同是，野狗群中的个体之间关系会更加亲密一些，在生活中经常互帮互助。更重要的是，野狗群中并不是领导者专断独权的，在做一些重要决定之前，通常都会采取比较民主的方式进行投票，还能够通过不同的声音来表达不同的情绪。这样看来，非洲野狗的智商可以说是相当高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非洲野狗时常会遇到各种突发状况。作为智商极高的动物，它们不仅能够识别出野外的陷阱，还能够帮助落入陷阱的同伴安全逃生。它们这种不抛弃同伴的信念大大提升了战斗力，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才能够克服自然界中的种种困难。非洲野狗的实力如此强悍，为何它们依旧面临着生存危机？按理来说，像非洲野狗这样的动物，既有着团结合作的能力，又能够制定完整战斗策略的生物，应该能够轻松地在自然界生存下去。但是根据人们的调查数据显示，如今现存的野狗数量已经不足3000只，甚至在一些地方已经看不到它们的身影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让非洲野狗处境变得如此艰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由于野狗的战斗力十分强悍，所以人们对于它们始终有一些忌惮，生怕它们对家禽和家畜发起攻击。因此为了从根本上杜绝这种事情的发生，人们便开始对非洲野狗进行猎杀，从而让它们的数量开始大幅度减少。不仅如此，人们的行为活动同样影响着非洲野狗的生存状态。由于人们对土地的开发越来越多，所以适合非洲野狗的生存空间也在逐渐减少，这严重影响了它们的生存繁衍。因此非洲野狗的数量开始呈断崖式下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非洲野狗看上去十分强悍，但其实它们属于一种比较脆弱的生物。由于它们生存的地方充满了危险，一些动物死后它们的尸体会滋生细菌，从而造成病毒的传播。如果有一只非洲野狗不慎染上了疾病，那么过不了多久，整个野狗群就都会遭殃，这严重影响了野狗的存活率。到目前为止，野狗的生存状态依旧令人担忧，不过相信随着人们的保护，它们的数量一定会有所上升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曲普文新征稿了。